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金井一章先生所著的《不依赖药物的新时代医学》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要每天做2次，导致各种疾病的炎症就会迅速消退；第二，不依赖药物，远离各种疾病的新时代的自我保健法。首先只是第一部分，只要每天做2次，导致各种疾病的炎症就会迅速消退。开始进行讲解，可能有些人会对我突然提起这些内容感到惊讶，但即便是医生，也并非对身体的一切了如指掌。这并不是因为医生疏于学习，而是由于医学的发展、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进展日新月异，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完全跟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是向这一领域的专家请教。这本书的作者金井先生以不依赖药物自我守护健康为理念，拜访了12位达人，并将他们的智慧汇总成了这本书。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只有在失去后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健康和年轻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我们年轻时，充满力量，充满着什么都能做到的万能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失去年轻时的活力。面对现实的严峻，我们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做到的。当头发变白，皮肤上出现色斑、皱纹，皮肤松弛，走路时不小心会绊倒，吃饭时会呛到，疲劳感久久不能消散，减肥变得更加困难。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衰退，尽管心里想着是时候开始一些健康管理了，但却因忙碌的现实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和身体状况。我相信不只是您一个人有这种情况。然而，有一件事是您必须牢牢记住的，那就是健康是影响我们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项针对2万名日本人的调查显示，主观幸福感受到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健康，其次是人际关系。听到这个结果后，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正因为如此，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好好关注自己最幸福的来源——健康呢？这值得我们重新反思并深刻反省。很多人每天都在追求幸福，幸福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最终目的。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忽视了最重要的健康，甚至完全不为维持健康做任何努力。这不禁让人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走错了生活的方向。此外，假如我们拥有健康，那么紧随其后的影响，我们幸福的人际关系也会处理得更加顺利。相反，如果您健康状况不佳，您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当我们自身处于不佳状态时，是无法对他人表现出关心与善意的。不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们没有余裕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无法对他人温柔，更无法为他人付出时间。相反，只要我们保持健康，就能变得更加亲切，并且能够为他人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健康不仅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还能使我们感受到双重的幸福。如果您现在觉得人际关系不顺利，或无法对他人表现出关心，那可能并不是您的性格问题，而是您的健康出了问题。比如，您可能仅仅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实验表明，营养不良会使我们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变得具有攻击性。相反，合理补充营养，例如通过使用适当的补充剂，性格会变得非常温和。因此，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健康就是一切。只有健康，我们就能感到幸福，即便没有地位、荣誉或金钱。只有健康，我们依然可以感到幸福。相反，无论您地位多高，拥有多少钱，如果不健康，您将无法感受到幸福。那么，为了保持健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是持续进行一点点努力。比如书中提到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自我保健措施。我们要不依赖药物，自己守护自己的健康。当前很多人都面临着传染病的威胁，尽管因新冠而丧命的人远远少于癌症、疾病或事故等，
但很多人依然被新冠的恐惧所束缚，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这种情况。人类对无法掌控的事物感到极大的恐惧。当失去选择的权利时，生活的幸福感与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今后的医疗领域需要明确区分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和无法控制的事情，在这里自我保健显得尤为重要。自我保健就是掌控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主导权。那些因新冠疫情掌握了自我主导权的人，健康状况将会越来越好，而那些无法掌握自我主导权的人，则会一直被他人支配。疾病不会听从借口，生病的人总是有各种借口，比如我太忙了或实在无法拒绝。但无论情况多么艰难，疾病不会因为你而手下留情，疾病不会因为您忙碌努力工作就不在您身体内肆虐。因此，您必须选择自己的行为，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掌控。如果您坚持书中提到的自我保健方法，逐步养成自己的身体自己守护的意识，获得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掌控感。现在我将介绍书中提到的2种不依赖药物的新时代自我保健方法：1、口腔操练，摆脱口呼吸；2、使用睡眠时的口贴。接下来我会逐一进行详细解读。口呼吸本质上是一种不自然的呼吸方式，对我们人类来说，鼻呼吸才是本来正确的呼吸方式。我们的身体只要按照正确的方式使用，就能正常运作并保持健康。然而，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以各种错误的方式使用身体，口呼吸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指出，习惯于用口而不是鼻子呼吸，会引发包括免疫系统疾病在内的各种疾病和症状。口呼吸的人实际上是在错误地使用自己的身体，因此身体出现不适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口呼吸可能会导致关节炎、花粉症、过敏性皮炎、哮喘、肠易激综合症、抑郁症、口干症、牙周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各种疾病。作者曾诊断过许多患者，他发现这些患者中90%以上都有口呼吸的习惯。问题在于，口呼吸很难自我察觉。比如，当作者指出来诊的患者有口呼吸的习惯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不，我是用鼻子呼吸的。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的呼吸方式有意识地关注一下。即使您平时认为自己是用鼻子呼吸的，但您可能会发现在无意识中还是用口在呼吸。相反，鼻呼吸则有很多好处。空气中有很多对我们有害的物质，如灰尘、花粉、细菌和病毒等，而通过鼻呼吸可以防止这些物质的侵入。鼻子吸入的空气会被鼻毛和黏膜阻挡，异物会随着鼻涕被排出。即使异物通过了鼻腔，大多数也会被上咽喉捕捉住。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有了一套防止异物进入体内的系统。通过鼻呼吸，喉咙受损或病原体入侵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口呼吸会让异物直接进入体内，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也更容易引发炎症。此外，闭嘴呼吸还能让我们的身体功能正常运作。尽管如此，如果您长时间口呼吸，导致嘴巴一直张开，那就相当于持续给身体施加压力。显而易见，这是非常不好的状态。此外，如果您常常觉得嘴巴很干，或者担心口臭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您也是在进行口呼吸，这需要特别注意。那些目前还在进行口呼吸的人，一旦切换到鼻呼吸，可能会感受到如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尝试鼻呼吸。说到鼻呼吸，有一个关键点大家可能没有想到，那就是舌头。实际上，舌头是由卓越的肌肉组成的，然而很多人舌头的肌肉变得虚弱，舌头的位置下垂，从而导致了口呼吸。为此，作者设计了一种叫做嘴部体操的方法，通过锻炼舌头的肌肉，帮助舌头回到正确的位置，从而自然地进行鼻呼吸。很多患者通过这个方法得到了显著效果，因此我也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接下来我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个体操的做法，非常简单。一、发出啊的声音，大大的把嘴巴竖着张开。二、发出一的声音，大大的把嘴巴横着张开。三、发出呜的声音，强力的将嘴巴向前突出。四、发出拜的声音，将舌头伸出来，尽可能向下拉伸。以上4个动作为一组，每天进行30组为目标，每次大约只需要3到4分钟的时间。您可以在洗澡时做，或者早上起床时做，找到适合自己的时机，坚持做下去。通过每天反复进行这套口部体操，您可以有效地锻炼口周围的口轮肌、咀嚼肌、舌肌等。通过让这些肌肉正常运作，您可以闭紧嘴巴，并将舌头恢复到其应有的位置，这也是鼻呼吸的基础。通过这个体操，您可以摆脱口呼吸，进入鼻呼吸带来的健康世界，享受其带来的巨大好处。接下来，我将解释第2个不依赖药物的新型自我护理方法，在睡眠时使用口贴。之前我们提到了通过口部锻炼来增强舌头肌肉，从而进行鼻呼吸。另外一个我推荐的习惯是，在晚上睡觉时在嘴上贴上口贴。即使平时有人努力保持鼻呼吸，或者有意识地闭上嘴巴，许多人在睡觉时依然会不自觉地变成口呼吸。尤其是喜欢趴着睡、侧卧睡或非常疲惫的人，更容易在睡眠中张开嘴巴。如果您早晨醒来时觉得口腔干燥或喉咙疼痛，那几乎可以肯定您在睡觉时用了口呼吸。因此，作者建议在睡觉前在嘴上贴上口贴。这个口贴可以是药店里出售的医用胶带，比如手术胶带或创可贴。您只需要剪一段大约5厘米长的胶带，垂直贴在嘴唇的中间即可，保持1晚，轻轻贴上即可防止睡觉时的口呼吸。接下来是第2部分，我将继续讨论不依赖药物、远离各种疾病的新时代自我护理3项建议。下面先总结一下这3项自我护理方法。1、用正分子疗法疗愈身心。1、通过摄取肠道特效药提升免疫力。2、通过伸展脚趾改善站姿。接下来我将一一详细解释这些方法，并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如何实施这些自我护理技巧。首先，我将解释新时代理疗的一种正分子医学。许多人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摄入的食物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极其重要。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有没有人现在感觉心理状态不佳，或者最近常常感到沮丧呢？本书提到，对于这种情况，充分摄取营养是根本解决抑郁症或恐慌症的最佳途径。通常情况下，动力不足、早晨无法起床或持续的不安感被视为心理问题。一般来说，人们会尝试通过抗抑郁药物来治疗。然而实际上，许多患者在抗抑郁药物的治疗下并没有好转。这些问题有时是因为营养素不足，例如当给患者补充铁质后，那些曾经治不好的患者却逐渐恢复了。有很多人发现其实不需要抗抑郁药物。换句话说，无法早起、缺乏动力、心理状态不佳，并不是心灵上的问题，而可能只是单纯的铁质不足。这意味着您现在的困难并不是因为缺乏毅力，而可能只是因为营养素的不足。我们人类生存需要水、氧气和食物，其中食物需要我们自己选择。如果饮食不均衡，细胞所需的营养素就会偏颇或不足，从而导致疾病、加速衰老等身体问题。因此，正分子医学通过从分子水平检查身体，调整细胞的正常功能，来预防疾病、延缓衰老。正分子医学通过血液检查来确定是否摄取了足够的营养素，并补充不足的部分。例如，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中，如果发现您缺乏铁，就会建议补充铁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心理健康是情绪问题，但实际上，心理健康与饮食和营养素有很大关系。有些人可能会对心理状态较弱的人说，您缺乏勇气或您缺乏毅力，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也有些人试图通过意志力或心态调整来改善心理状态，但这也不是解决办法。
您需要做的是通过正确的营养摄取来调整心理状态和建立坚强的内心。例如，像让人感到幸福的血清素、提高动力的多巴胺、带来放松感的催产素等激素，是由肉类、鱼类、豆类中的蛋白质合成的。因此，如果您感到烦躁、不安或缺乏动力，这可能是由于蛋白质不足，导致血清素、多巴胺或催产素缺乏。如果缺乏血清素或催产素，试图用意志力或心态调整来解决问题是徒劳的。因此，除了保持身体健康之外，如果您还希望保持心理健康，每天从饮食中摄取足够的营养素是最有效的建议。关键在于蛋白质的摄取。作者指出，肉类、鱼类和豆类是确保每天摄取足够蛋白质的最重要来源。此外，补充蔬菜和水果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很重要。同时，还需避免过量摄入糖分、加工食品，以及还有引发各种疾病的面筋的小麦等。通过逐步改进饮食，您的身体将得到充足的营养，身体健康自然会改善，心理不适也会逐渐得到缓解。如果您听到有人说核食对健康有好处，我每天吃核食，所以营养充足，不用担心。确实，核食被全球认可为健康的饮食方式，但核食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了较多的糖分，因此建议减少糖分的使用。例如，通过使用高汤而非糖分来调味炖菜，以弥补核食中糖分过多的问题。减少糖分的核食将能更好地满足身体对营养素的需求。接下来，我将解释新时代理疗中的第二个方面，提升免疫力的肠道特效药物。相信大家对肠道的重要性已经有所了解。本书详细讲解了肠道的重要性，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这些内容，这里我就直接给出提升健康和免疫力的结论。简单来说，就是食用以下2种食物。醋泡卷心菜，卷心菜是提升免疫力和抑制活性氧的首要蔬菜，它富含纤维素，有助于肠道细菌的生长。单独食用卷心菜已经有效，但醋泡卷心菜更能转化为有益肠道的食物。为了保持年轻和增强免疫力，这种醋泡卷心菜非常推荐。此外，本书还提到，餐前吃100克醋泡卷心菜可以轻松减肥。想要减肥的人可以尝试这种方法。米汤泡菜，米汤泡菜可能不太常见，但它是米汤中泡制的最强发酵食品。它包含了大量对肠道有益的营养素，特别是富含乳酸菌。乳酸菌能有效改善肠道健康和增强免疫力。每天食用这种乳酸菌丰富的泡菜，可以实现抗击病毒的强健肠道。此外，这种方法简单且容易养成习惯，便于长期坚持。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将卷心菜、胡萝卜、洋葱切好，放入保存容器中，加入1杯200毫升米汤和1小勺约6克天然盐调配的腌制液，倒入容器中，静置1晚即可完成。即使马上食用，或者冷藏保存1-2周也可以。因此，如果能在冰箱里常备这种米汤泡菜，每天食用，效果会更佳。接下来，我将讲解新时代理疗中的第3个方面，通过脚趾伸展正确站立。如果您正为腰痛或膝痛困扰，推荐尝试脚趾伸展这种自我护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您拉伸和扩展脚趾，从而使站立更加稳定，对腰痛、膝痛以及腿部问题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此外，脚趾伸展还有助于改善呼吸。当驼背时，下巴会前倾，容易张嘴，但如果能稳定的站立，姿势会改善，驼背问题得到缓解，嘴巴能够闭合，鼻呼吸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下面是脚趾伸展的具体步骤：坐下，将一只脚放在大腿上，用手指插入脚趾间，轻轻握住，轻轻拉伸脚底，保持5秒钟，然后轻轻拉伸脚背，同样保持5秒钟，交替进行，2只脚都做，持续约3分钟。如何其实很简单，对吧？尽管简单，但如果坚持进行这种脚趾伸展，可以改善足腰的不适，解决呼吸和姿势的问题，
建议大家不妨试试。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